这部电影究竟怎么了？竟然被55个国家抵制，被搁置了3年，删了47分钟才让上映。即便这样，这部电影依旧非常的出名，但它并非好评远播，相反，它臭名昭著。看看这个女人，性感妖娆，走路艳光四射，只要她往人群中一站，就会吸引在场所有男性的目光。她的美散发着致命的诱惑力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男人的终极幻想。不光如此，这个女人还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她曾经预感到自己最好的朋友会意外身亡，也知道自己的父母会在飞机中失事丧生，但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一切她无能为力，所以她一直活得很痛苦。而这一次轮到她了，她预感到自己将会在30岁生日的那一天被黑色汽车里的人杀死。这个预言精准到了时间、地点，但就是没有办法知道凶手到底是谁。女人名叫莉莉。这天，她走进一间酒吧，一身高贵礼服，头戴黑纱，盘量调顺的她自然而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她的身上游走。很快，一个心怀猫腻的混混和一个西装革履的已婚富二代主动上前搭讪，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有一名作家正在不为所动地看着这一切。作家默默地评价道，它就是一个黑洞，任何东西包括物质和光子，只要路过就无法逃脱。因为作家没钱穷，这让他在面对莉莉的时候显得尤为自卑。他既没有办法像小混混那样有勇气上前搭讪，也不像富二代那样有钱请他喝酒。莉莉凝神了一会儿，预感到这3个男人将会在他30岁生日那天对他进行谋杀，但他并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。回去后的作家发现自己居然和莉莉住在同一栋楼里，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作家比旁人有了更多的机会观察莉莉的一举一动，老骥伏枥，壮心还是有的。第二天，作家跟踪莉莉，发现她抱着一堆资料扔进了垃圾桶。作家捡起来一看，才发现莉莉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并且得知了那个关于莉莉自己的预言，也了解到莉莉正准备利用自己的美貌，先一步让那个要谋杀她的人崩溃灭亡。作家是搞文学创作的，他对发生在莉莉身上的事情感到吃惊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莉莉正在一棵树后静静地看着他，这一切似乎是他的有意而为之。果然，作家找上了莉莉。莉莉对于老作家喜欢什么风格拿捏得很准，走了性感知性风，长款衬衫、肉丝袜，既能展现性感优雅，又不至于低俗，对这些老知识分子一打一个着。作家坦言自己对莉莉非常感兴趣，并说自己最近要写一本悬疑小说，希望莉莉能为他提供灵感，只需要将他每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就可以，这也算是他的自传。也许是这个意见听起来非常的有趣，莉莉果断答应了他。来的都是客，干了酒一杯。莉莉对于老作家还是很客气的。送走老作家后，混混主动拜访莉莉的家，借着修水表的由头接近莉莉。莉莉一看就知道混混喜欢什么风格的女人，要不怎么说人家莉莉是天花板级别的海王呢？她在面对不同的男人时会采取不同的招数。如果对方是个纯情大男孩，她就会化身端庄优雅的小姐；如果对方是个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混混，她的形象则是优雅魅惑的女郎。混混在这边修着水表，莉莉就换上黑色吊带长裙，配上束腰细皮带，不断的在他面前晃悠。心不在焉的工作让混混不小心割破了手指，莉莉马上贴心的上前包扎，与混混发生进一步的肢体接触。就在混混内心燃起熊熊欲火时，莉莉又狡猾的走向了一边，欲擒故纵。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如何让一个男人永远对你感兴趣，那就是永远别让他得到你。混混急不可耐，但却毫无办法，最终只能悻悻离去。第二天，富二代来了。这次莉莉换了一件纯白保守的连衣裙，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清纯无辜的少女，与富二代一起步入了高档的餐厅，举止得体，话语温柔，与昨天的性感妖艳判若两人。席间，她不停地向富二代暗送秋波。就这样，一个清纯可爱、俏皮活泼的邻家女孩形象，在富二代心里扎了根。他越发的喜欢莉莉了。为了让富二代进一步沦陷，莉莉又编造了一个凄惨的身世，说自己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有一位特别好的闺蜜，但闺蜜却被人抓去了缅甸。这么多年，她历经千辛万苦，为的就是想要找到闺蜜，甚至不惜变卖所有的家产。富二代一听，瞬间燃起熊熊的保护欲。试问，面对这样一个楚楚动人、温柔弱小的美女，哪个男人不心动呢？看着莉莉娇小可人的模样，富二代信誓旦旦，自己一定会帮她找到闺蜜，还自费陪她去了越南，也算是确认了她故事的真实性。几天相处下来，富二代渐渐爱上了莉莉，莉莉也毫不掩饰地献上了自己的吻。富二代根本不会想到，自己已经掉入了一个美丽却不可及的陷阱中。回到伦敦，莉莉边和老作家碰头汇报工作，
这个女人堪称史上最会撩的女人，一个眼神就能看出你喜欢哪种类型，然后着装上阵，每一个看过她的男人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这天，一直对丽丽垂涎3尺的混混再次找上了门，他想向丽丽借钱给老婆孩子治病，丽丽干脆用富二代给她的钱来包养混混，还提出让他陪自己演一出戏，好骗取富二代更多的钱。混混肯定非常愿意啊，又有钱又有女人，岂不其乐融融？但丽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她始终没有让混混得到自己的身体。这时富二代也找上了门，他非常遗憾地告诉她，自己并没有找到她的好闺蜜。丽丽听完后立马影帝附体，开始泪如雨下，这可给富二代心疼坏了。丽丽顺势摘下耳环，希望他能帮自己把耳环卖掉，换取一些钱买机票，她要亲自飞到缅甸去找她的闺蜜。富二代一看丽丽居然这么善良，于是更加坚定了要跟她在一起的决心，并且决定陪她一起前往缅甸。到达缅甸后，混混找来几个缅甸演员来向丽丽要钱。丽丽告诉富二代，想要见自己的闺蜜还需要支付6万块钱，而这6万块钱不是美元，是英镑。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即使是往日里出手阔绰的富二代也皱了皱眉头。但是富二代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还是傻乎乎的交出了6万英镑。计划得逞的丽丽表示非常的感激，亲切地摸了摸富二代的脸。在他的不断勾引和欲擒故纵之下，富二代还以为他们已经两情相悦了。第二天，丽丽又约见了混混，为了感谢他，丽丽支付了3万块。当天晚上，她又一改白日的乖乖女形象，在桌子底下脱下自己的贴身衣物送给混混。这边刚应付完混混，丽丽又马不停蹄地打电话给富二代提出分手。她不想让富二代刚开始跟自己恋爱就飘了，要有一些紧张感才行。于是她告诉对方自己已经爱上了他，可他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，以后就别再见面了，自己也不会要他的钱，分手吧。富二代听完之后，火急火燎地赶到丽丽家，试图挽回她。丽丽立马装出很委屈的样子说道：“你不爱我了。”富二代一听，心都要碎了，急急忙忙地回答：“只要我没告诉你我不爱你，我就是一直在爱着你。”说着，富二代又拿出了一大笔钱讨丽丽开心。丽丽假装非常为难地收下了，而角落里的作家正默默地看着一切。到了晚上，丽丽把作家约到天台，性感内衣加上薄纱睡衣，准备将老作家一举拿下。老作家也是半推半就，英勇就义了。鬼知道这是老作家自己的意淫还是真实的。此时距离丽丽的30岁生日还有2天，接下来她真正的计划就要开始了。这个女人不愧是情场高手，在富二代面前，她就是一个清纯羞涩的女孩。不仅在她面前展示自己的善良和勇敢，顺便骗她一笔钱。每次面对富二代，她就开启各种撒娇装嫩模式。她的一个眼神，富二代就沦陷了。觉得冷落了混混的丽丽出其不意突袭了混混的老巢，她仿佛菩提祖师上身，对着混混说：“晚8点来信看。”欲擒故纵的调教也不过如此吧。果然，等到混混找上门，丽丽已经宽衣解带等着他了。混混挑了一款主题影片，准备助助兴，也不知道丽丽哪来的道具，蹭蹭蹭就换上了。哆啦 A 梦看了都要吓一跳。一语之后，富二代该上门了。丽丽的时间卡得真好，永远都在危险边缘疯狂试探。进门后，富二代第2次撞见了混混，不免心中怀疑，质问丽丽：“这么晚了，这人怎么还在你家？”丽丽对富二代解释说：“我在给他辅导功课，让他多学点知识，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”富二代一听：“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我会这么好骗吗？你俩是不是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？”丽丽瞬间装起了无辜，觉得富二代一点都不相信自己，说自己不是想象中的那种人。富二代心疼不已，说自己只是太爱她了。话音刚落，两人就亲了起来。当晚，富二代也顺利尝到了甜头。至此，不管是真的发生，还是存在于老作家的笔下，丽丽已经顺利完成游戏的前半段，和3个男主角成功的搅合在了一起。按道理，这个事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相信凭借丽丽的时间卡点以及光速换装能力，应该3个男人都平安无事才对。那怎么会有戏剧冲突？那这电影还怎么结束呢？晚上，老作家收到了一封信件，是同样身为作家的房东给他的，里面是几张照片。毫无意外，在老作家眼里，房东和丽丽似乎也有一些故事。这怎么行？说好的游戏怎么能说变就变？这还像样子吗？一个大晚上，老作家思来想去，脑海中竟浮现出一幕幕惊人的画面。第2天一早，老作家就去找丽丽了。不得不说，影片里的伦敦人就是 open， 房门形同虚设，谁都能来去自由。老作家送给丽丽一套蚕丝礼服，丽丽十分喜欢。当然，她能不喜欢吗？这就是她梦里出现的那个裙子。另一边，心满意足的富二代一回到家就跟老婆提离婚，老婆二话不说摔了一个巴掌过去。她也是没有想到，自己精心伺候这么多年的丈夫，竟然能为一个女人不惜一切代价。此时的富二代就像一只待嫁的羔羊，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里。
终于，莉莉30岁的生日到了。莉莉穿上了作家送给她的美丽长裙，她站在镜子前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她认识这件衣服，或者说她在梦里见过这件衣服。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那个预言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莉莉也明白自己大限将至，但是在自己一些事情没有完成前，她是没有办法心甘情愿地离开这个世界的。当晚，她以混混女朋友的身份来到混混的飞镖比赛现场，同时也邀请了富二代和作家。但就在混混专心比赛的时候，莉莉却不停地在挑逗现场的男嘉宾，甚至是混混的竞争对手。这一幕让混混在情绪上起了很大的波动，毫不意外地输掉了比赛。此时的莉莉已经无需再扮演角色，不用是温柔优雅的小姐，也不用是风情万种的女人。此刻，她只是莉莉，她要用她的美貌来激起在场男人的愤怒。转眼又到了莉莉家楼下，这也是影片开场时的场景。当然，在这之前还穿插了一段，混混因为莉莉浪荡的举动而感到非常不满，于是拿着扳手准备找莉莉要个说法。正好在莉莉楼下撞见了富二代，正如莉莉所想的那样，富二代和混混起了争执。楼上的作家默默注视着一切，随后叫来了车，送走了混混，又劝富二代回了家。在一切结束后，莉莉静静地打车回家。从小到大，她不止一次梦到自己会在生日这天被黑色汽车里的人杀死。她淡定地走向了那个预知的黑色轿车，心想这个人不是富二代就是混混。可当她俯身一看，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是老作家。别看老作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热闹，但老作家真走心了。他本来就时日无多，靠吃药、喝酒、抽烟度日，所以就和他的宿敌同为作家的房东交换房间住，寻找新小说的灵感，想最后再一哆嗦憋出个好作品来。毕竟同为作家的房东小说销量一直比老作家好，老作家心里苦呀。但是谁成想，老作家竟然发现莉莉和房东还有些关系，感觉一切就是个圈套，而自己却一直傻乎乎蹦跶。但在这些日子的相处里，他又深深地爱上了莉莉，认为如果死得太普通，是对莉莉的亵渎，也是对作品的不尊重。他希望用最完美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小说创作，于是他朝莉莉举起了凶器，重重地砸了下去。莉莉满身鲜血地被拖进作家的房里，作家将他的小说作品整理好，放在莉莉的胸前，然后自己服毒自杀，长眠在莉莉的身旁。而作家的小说稿件则被房东捡漏，署上自己的大名出版，成为全国最畅销的小说。正所谓人活一口气，佛正一炷香，一口气就让莉莉深陷命运的漩涡，让老作家最后气死，呜呼哀哉。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来，故事就发生在1985年的伦敦。小说名叫《伦敦战场》，所谓温柔乡，英雄种，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，这世上也没有白睡的美人。一个女人的床如果很容易上，那注定不好下。一旦女人耍起手段来，真的是再怎么强大的男人都会自取灭亡，更何况还有最致命的美貌傍身。当然，这样的女人，她的下场也注定是悲惨的。关注我，品味电影人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